视频中的越南姑娘名叫小宁，她被家里反复催婚，已经成了村子里的剩女。小宁实在是受不了父亲每天唠叨，一气之下就跑到了中国。来到中国后，小宁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，甚至对谈恋爱都没那么反感了。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，让小宁下定决心不要彩礼，嫁给中国小伙居然是一口大锅。目前，小宁成为了越南村子里最令人羡慕的女孩子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转变？小宁嫁的中国小伙有那么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带大家走进越南姑娘小宁嫁到中国的故事。小宁出生在越南一个偏远的农村，通常在这种地方，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往往根深蒂固。遗憾的是，小宁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她自幼便得不到父母的关注与疼爱。在父母眼中，小宁身为女孩，生来就是操劳干活的命，至于读书上学，那更是想都别想的事。他们觉得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处，到了年纪就该嫁人生子。所以小宁只有看着哥哥们上学的份，她念到2年级就被强制辍学了。但小宁心里就是不服气，她打心眼里喜欢读书，只能偷偷拿着哥哥们不看的书来学习。在学习的时候，小宁还得时刻提防着被父母发现，所以只能在放牛的时候偷偷看书。当看到有不会的题，小宁就等着晚上哥哥回家，请求他们的帮助。这样偷偷摸摸的学习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小宁仅有的快乐时光就被打断了。有天晚上，小宁正在向哥哥请教数学题，被突然闯进来的父亲发现了。被发现的结果就是挨了一顿揍，连哥哥也挨了骂。父亲还对着小宁说，以后不许再学习了。在这个家里，小宁就没过上几天舒坦日子。她从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没穿过，肩膀、胳膊肘、膝盖这些地方常年都打着补丁，因为这些地方干活时用的最多，磨损的最厉害。看着其他姐姐们穿着新衣裳，小宁心里别提多羡慕了。这也是她最渴望快点长大的时候，因为长大了就能自己赚钱买新衣服穿了。但后来发生的事儿让小宁后悔长大了。在越南，女孩子到了14岁就会有人上门提亲，到了18岁还不结婚的已经成了大龄剩女了。村子里的人就会在背后议论，在小宁14岁的时候就有人上门提亲，但被小宁拒绝了。第一次父亲就当小宁不喜欢对方，但3番5次的提亲都被小宁拒绝，父亲生气了。小宁不愿意过寻常越南女人那样的生活，她见了太多被越南丈夫打的女人，也见了太多因结婚过上悲惨生活的越南女人。这种想法让小宁对谈恋爱敬而远之，对结婚也避之不及，甚至心里都蒙上了一层恐婚的阴影。面对父亲劈头盖脸的责骂，村里人七嘴八舌的议论，小宁只能选择逃离，逃到外面去打工谋生。小宁找到的第一份活是帮别人家插玉米秧，一天下来能挣个2万越南盾，相当于人民币6块钱。就这么微薄的工资还要全部寄回家里。为了逃离家里，小宁又去了镇子上打工。打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嫁到中国的越南姐姐，姐姐穿得很漂亮，出于好奇，小宁就问了姐姐好多在中国的事情。越南姐姐说道，在中国的生活和越南截然不同。中国男人不会动手打老婆，每天也不用天不亮就起床干活，更不用生养一大堆孩子。就是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在小宁的内心深处悄悄埋下了一颗向往中国的种子。要是能嫁个中国男人，那可就再好不过了。这事儿说来也巧，偏偏又让他父亲给知道了。他怒气冲冲地将小宁拽回了家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你要是敢嫁到中国去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父亲的这番狠话并没有吓住小宁，反而让他对去中国这件事儿更来劲了。2015年，23岁的小宁遭遇了最猛烈的一次催婚攻势。父亲单方面就答应了提亲的人，根本没把小宁的想法当回事儿。他一气之下拉上2个朋友，头也不回就直奔中国。踏上中国的土地后，小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。但要想在中国多待些日子，小宁明白
学中文是头等大事。每当别人说起中文，小宁都竖起耳朵，听得格外认真。再加上对方的动作，小宁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。接着，小宁又买了一本中越翻译词典，他对照着翻译书仔细理解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他就跑去请教身边的同事和老板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小宁就已经会说中文了。会说中文之后，做什么事情都方便多了。小宁还下载了中国的聊天软件，他发现有个小程序叫摇一摇，闲得没事干就摇了一下，这一摇还摇来个中国小伙。出于好奇，小宁就加上了对方的微信，之后就收到了好几条消息，还收到了请他出去吃饭的邀约。对小宁一个讨厌结婚，对于那些害怕谈恋爱的人来说，这种不认识的人请吃饭的邀约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谁知道对方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，还是保护自己最重要？但对面那位小伙子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小宁发消息，喊他出去吃饭。连续多次发送消息都没有得到回复后，小伙子这才停下了发消息的动作。有一天，小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晒出了一张外出游玩的照片，照片下面很快就有人评论说：“你这拍照水平不太行啊。”看到这条评论的小宁心里的火气噌一下就冒上来了，两人随即就吵了起来，就是这一吵还吵出了爱情。不服气的小宁直接跳到聊天界面，询问对方为什么要那么说，对方也不罢休，两个人就这样聊了很久。最后小伙提出约小宁吃饭，顺便展示一下自己的拍照技术。小宁听后也就去了，他倒是要看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拍照技术能有多好。见面之后，小宁发现对方长得还挺不错，个子高，人也帅，而且特别会照顾人，就是说话有时候太直接，其他方面都挺好的。小伙看到小宁后也觉得她挺漂亮的，要是能娶回家当老婆就更好了。两个人就这样吃了一顿饭后，彼此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，不知不觉就开始了甜蜜的恋爱。谈了一段时间后，小伙觉得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不娶回家可就太可惜了，就向小宁求婚了。小宁很诧异，他告诉小伙：“我是越南人，你难道不介意吗？”听到这话，小伙子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怎么还是个外国人呢？明明平时聊天说话用的都是中文，这怎么可能是越南人呢？小伙子感觉自己好像被骗了，这婚还能不能结了？小伙子的父母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儿子居然要娶个越南媳妇儿回家，当场就表示坚决反对。各类新闻媒体都在争相报道娶越南新娘结果被骗彩礼又骗钱的，到头来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。小伙子心里开始犹豫了，他反反复复琢磨了很久。小伙寻思自己一没车，二没房，三没钱，小宁能从他这儿骗走什么呢？等他想明白这一点之后，小伙子就不再害怕了，甚至还跟着小宁回了一趟越南老家。小伙询问在越南结婚有什么礼节，要多少彩礼，房子车子3金要不要买。越南丈母娘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小宁从小到大干了太多活，我们不要彩礼，只要你对她好就行了，而且额外再给陪嫁3只牛。”小伙又惊呆了，第一次娶到不要彩礼的媳妇，这下彻底打消了小宁是个骗子的想法。基于零彩礼，小伙对越南丈母娘提出的任何条件全部答应。取得越南丈母娘同意后，小伙就带着小宁回了湖南老家。在路上，小伙告诉小宁：“你放心，我既有房子也有车子，咱们往后的生活肯定差不了，我绝不会让你跟着我受委屈。”小宁听完这话，心里也踏实了。可等到了小伙子家里一看，小宁当时就傻眼了，他心里直犯嘀咕，自己这是嫁进豪门了吗？特别是那个巨大的灶台，还有那口超级大的锅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，太喜欢了。小伙做梦都没想到，拿下越南媳妇儿的居然是那口大锅。小伙的父母看到小宁长得挺白净，中文说的也好，而且还不要彩礼，觉得这个外国儿媳妇儿也能要。最后在两家人的见证下，小宁嫁给了一个湖南小伙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结婚后，小宁每天就早早起来干活。小伙看着小宁每天那么辛苦，还起那么早，就劝她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小宁很感动，她觉得嫁到中国太幸福了。
结婚刚满1年，小宁就为中国婆婆添了一个可爱的大胖小子。有了孩子之后，小伙子也不担心小宁跑回越南了，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特别甜蜜。2022年年底，小宁的2代身份证快要到期了，她需要回越南去办理身份证。和丈夫商量这件事儿的时候，小宁心里还在担忧，要是丈夫不让她回去可怎么办？但实际情况却是，小伙对小宁完全信任，只是工作太忙，没法陪小宁一起回去。临走时还塞给小宁一些钱。这次回越南，小宁是独自上路的，连孩子也没带在身边。她一回到村里，就引来了乡亲们的目光。大家发现小宁的丈夫没有一起回来，就以为小宁是被婆家赶出来了，才跑回了娘家。有时候小宁心里真的特别烦这些背后说闲话的人。当初结婚那会儿，村里人就在背后议论，小宁这么水灵一个好姑娘，养了这么多年，居然白白便宜了一个没钱的穷小子。每次听到这种话，小宁都气得不行，只能尽可能的去解释说明，纠正大家的一些错误观念。实际情况已经表明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其实不用急着向谁证明。小宁回到家以后的穿着打扮、皮肤状态，还有买东西时的模样，都说明小宁在中国生活的挺不错。打从小宁回到越南以后，她家里又变得热闹起来了。有不少街坊邻居来问小宁在中国过得怎么样，这次回越南待多久，中国女婿什么时候回来。对于这些问题，小宁只能一一回答，不能驳了人家的面子。久而久之，有不少年龄差不多的越南姑娘就有了想去中国的想法，也想嫁一个中国老公。这才过了多久，小宁算是彻底看明白了某些人的真面目。当初小宁说要嫁到中国去的时候，村里的人全都跑去跟她父母讲，你女儿要嫁到中国去，你就当这个女儿已经没了吧。现在小宁回越南才2个月，大家就都跑来找她介绍中国小伙子，甚至还有不少人是专门跑来借钱的。小宁这下可真是左右为难了，不借给别人，又怕别人说自己不讲情面，借出去的话，自己手头又紧巴巴的，只好躲在家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小宁终于盼来了自己的2代身份证，赶紧就订了回中国的机票。小宁在越南期间还特意去了一趟烈士陵园，为长眠在那里的中国烈士们上香扫墓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小宁的侄女也来到了中国。2人一见面，小宁的丈夫精心准备了一大捧鲜艳的鲜花。侄女赶紧接过话茬说道，中国姨父出手真是阔绰大方，这真是太让人羡慕了。说句实在话，小宁的侄女模样长得是真标致，不如把侄女留下来给我们湖南当媳妇儿。各位株洲的年轻小伙子们可得加把劲努力了。小宁也替广大网友们问了问越南侄女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，男方要人品好，脾气也要好，年龄可以比他大5岁到10岁，车子和房子都没有硬性要求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。越南侄女也跟大家坦白了，就是她的家庭条件不太好，爸爸身体有病，哥哥欠了债，要是在中国找不到男朋友，父母就会把她嫁到偏远山区。不知道越南侄女能不能在中国找到心仪的男朋友，期待越南小姑娘继续更新后续进展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段跨越国界的缘分，始于一次对命运的勇敢逃离，成于一份朴素的真诚与信任。小宁从越南农村的剩女到在中国寻获幸福的新娘，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体的转变，更折射出2种文化与生活观念的碰撞与交融。那口被误认为豪门象征的大锅，成了一个温暖的巧合，化解了最初的疑虑，也开启了踏实平凡的日子。他的经历打破了人们对跨国婚姻的某些偏见。幸福并非源于彩礼的多寡或物质的丰俭，而在于彼此的尊重、体谅与共同奋斗的决心。小宁的丈夫用行动给予了妻子安全感与自由，而小宁也用勤劳与坚韧经营着家庭。当她回到越南，其焕然一新的状态成了最有力的语言，悄然改变着相邻的旧有观念。如今小宁的生活已成为一段佳话，像一座小小的桥梁，连接起2个国度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。
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能消弭隔阂，真诚可抵万言。屏幕前的你如何看待这份独特的中国缘呢？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